今天讲一下如何在 Fidelity 设置止损。那这个止损方式呢，不光是在 Fidelity 这个券商，在其他券商都是差不多的操作。那我讲两个最简单的止损方式，一个是市价止损 Stop Loss， 或者说是 Stop， 还有一个是限价止损 Stop Limit。那我讲一下它的概念，然后呢，在 Fidelity 网页上面一步一步实际操作给大家讲解。为什么要止损呢？因为市场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止损就是在我们投资失误或者发生黑天鹅事件的时候呢，帮助我们立即采取行动，把损失限定在比较小的一个范围内。那我们设置止损单，可以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呢，减少我们情感的干扰，做出比较理智的操作。一般在你买入价格以下10%的时候，你就必须止损出去了。如果一个股票你买入之后，它跌了超过10%，那就表示你当时的判断点位是错误的，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保住自己的本金，立即止损卖出。市价止损英文是 Stop Loss 或者是 Stop，它是指当价格跌到你指定价格的时候呢，触发卖出订单，然后以当时的市场价格进行卖出。比如说100的股票，你设定的止损价位呢是90，那么当股票价格跌到90的时候，它就开始卖出了，卖出的价格可能高于或者是低于90。我们以 Fidelity 进行举例，先进入账户，然后账户详情页面点击进入。进入了之后呢，找到你想要卖出的股票，然后点击 Sell 卖出按钮。在弹出窗口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详情，首先是股票它的目前的价格，那我们现在采取的动作呢是卖出，那卖出的数量是多少你自己填，然后这边我们就出现了我们所要卖出的方式。那如果你要直接卖出呢，你可以说是市场价格卖出，或者说是限价卖出，但是我们现在是下的止损单，所以说我们先以 Stop Loss 就是市价止损单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写入一个止损的价格，止损价格肯定是比市场价格目前的市场价格要低，那一般是压力或者阻力位。 QQQ 的话我就写个448。那时间呢，你可以说是当天，比如说今天波动比较大，我当天如果跌到448我就走了，或者说你可以设置一个长期的，就是 good until cancel， 它一般是半年时间，在这半年当中，除非你取消这笔订单，不然的话这笔止损单一直是在的。那 condition 一般我们选没有。都做好了之后，我们点 preview order， 这边券商也在提醒你，以市价交易的止损单，你的成交价格可能会远远低于你所设定的价格，如果市场波动比较大的话。检查一下关键信息，股票代码、卖出操作、卖出数量，然后止损价格、止损的时间都没有问题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点 place order， 就是下单，然后就完成了。那我们在账户详情页面交易记录当中，也就是 Account Activity Orders 当中呢，可以看到刚刚我们下的这笔止损订单的详情。点击它就出现下面更加详细的页面，你的止损价格是多少，到什么时候，你看这边有 order explanation， 就是这个订单什么时候失效，我用的是 good until cancel， 那它半年的时间差不多就是2024年12月3号，那我今天下单的时间呢是2024年6月6日。上面有两个可以点击的选项，一个是 cancel， 一个是 replace。 点击 cancel 就是取消这笔止损订单，那它就不存在了，即便之后的价格跌到448，因为你已经取消订单了，所以说它也不会有卖出这个动作。Replace 替代的话，意思就是你希望把价格或者数量替换，可以说你不想只卖1股，你可能想卖10股，你可以点击 Replace， 然后替换成10股，或者说你觉得这个448的价格太低或者太高了，你也可以点击 Replace， 然后把价格进行变动。限价止损就是价格跌到设置的止损价格时呢，发出卖出订单，只要价格在设置的限定价格以上，那么就以当时的市场价格卖出，但是如果价格跌破你的最低限定价格，那这笔订单就自动取消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价格100的股票设置的止损价格呢是90，最低限定价格是80，那么当股票价格跌到85的时候，因为低于90的止损价，所以说就触发了卖出订单。但是如果价格直接跳空跌到78，因为已经低于限定价格，你的最低限定价格80了，那就不能卖出，这笔订单呢也就相应取消了。
所以市价止损和限价止损的区别呢，是市价止损保证它一定会卖出去，但是不保证交易的价格。那限价止损呢，它是保证一定在你指定的价格以上成交，但是不保证一定能卖出去。我们还是以 Fidelity 作为举例，进入账户详情页面之后呢，选中你要止损的股票，然后点击 Sell 卖出按钮。在弹出窗口当中呢，选择卖出操作，选择你需要卖出的数量，然后在这边，你的卖出方式当中呢，选择限定价格止损。那它不是马上就会卖出的，它只是说到了你的价格它才会卖出。那你先设置一个止损价格，那我们还是以448作为举例，到达448了之后呢，你的卖出操作开始了。那再设定一个最低的限定价格，那我们选440，让它有一些余地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现在是463嘛，当价格跌破448的时候呢，你开始卖出。但是如果这个价格在440以下，这个操作就不成立了。那它在440和448之间的时候，这个卖出订单就成立了。好，时间的话，你可以选当天，或者说选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，good until cancel， 就是要不就是半年时间，要不就是你取消的时间。condition 我们还是选不要。那接下来就是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们选 preview order， 就是预览一下。在预览页面检查一下你的股票代码、卖出操作、卖出数量，那止损订单触发价格，然后是止损订单的最低卖出价格，之后止损的时间你设置是多少？如果都没有问题呢，然后你就点下单就可以了。同样，你可以在账户订单详情，就是 Activity and Orders 里面呢，看到你刚刚下的止损订单。那这笔订单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点开。看到详情的当中呢，它有两个价格，一个是触发止损的价格，一个是最低的卖出价格。OK， 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，这就是我刚刚操作的一个市价止损订单，那我已经把它取消了。一旦你取消了订单，你就可以看到它这边是 verified cancelled， 表示这个订单已经取消了。同样，这一笔限价止损订单，你也可以是取消 cancel， 或者是 replace 替换。好，今天就简单讲了两个止损的方式。市价止损可以保证你在价格跌到止损价位的时候呢，肯定能成交，但是这个价格就按照市场的价格走。如果发生跳空下跌的时候，你的成交价格可能会非常低。那限价止损呢？它除了有一个止损价，还有一个最低的限价，也就是说到达止损价了之后，它开始卖出。但是如果发生跳空下跌，跌破你的最低价位的时候，这笔订单就直接取消了，你的股票就不会卖掉了。这个通常用在市场有剧烈波动，然后马上就会有反弹的情况下。希望大家在波动的市场中呢，都可以保住自己的本金，亏得少，赚得多。今天就先这样，有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。如果有什么想听的内容不明白的地方，也可以给我留言。那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的话可以点赞订阅哦。OK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